花海航行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。科幻小说《罐子》，作者卡罗琳·薛利赫，选自科幻小说集《大师的盛宴》。飞船在大风肆虐的行星上降落，德尚蹒跚地踏上行星表面，一辆人工智能运输车来接他，带他驶向工作站。当路过一片丘陵地带时，德尚发现了山体凿刻的痕迹，这被几乎腐蚀殆尽的是古代的大坝遗迹，还是让游历甚广的德尚激动不已。德尚步入了研究站，格森博士迎接了他。德尚作为第5任领航执政官，2000年的航行中，他度过了52年的沉睡期，而格森博士已经度过了数十万年的沉睡期。格森博士在这颗行星上已持续工作了5年，他找到了这颗星球值得一生都去探索的东西。在研究所的房间里摆满了骨骼化石，很明显，这些骨骼来自这个星球的生物。另一个工作台上摆满了手工制品。博士指着一个细长的罐子说道：“我们在全球发现很多这样的罐子，可见是大批量生产、工业化制造，制造日期在临近大灾变的前夕。除了这些罐子，其他的人造物品几乎都腐蚀殆尽了。尽管这些罐子很脆弱，但和那座宏伟的大坝一样，值得尊敬。”接着博士展示了一些画面，只见在一片湖水中，水草轻轻摇摆，卫星的引力使得这行星还不至于一片死寂。那些飞来爬去的小生物在此间生息繁衍，生命已经演化出新的形式，正在重新开始。博士感叹道：“上一代生物悲惨地灭绝了，而目前的生物要产生意识，得要500万年以后。这里丰富的能量积蓄正等待着意识来支配。如果上一代智慧生物由意识主导，引发了这场灾难呢？”德尚对于博士的话语颇为反感，他反驳道：“这颗行星的灾难可能是自然灾害所致，像这样多行星的恒星系很容易遭受流星的袭击，所幸在陨石袭来时，他们及时逃脱了。”格森博士接下来的话语如同当头棒喝：“他们没有，他们刚度过童年就终结了，这就是你为何搜索多年却找不到他们的原因。”顿时，德尚内心一落千丈，他不敢相信博士那骇人的结论。接着，博士展示了研究所100年来的研究结果，但结论只有一条：生命还挣扎在最初级的发展阶段，星球遭受打击，物种全部灭绝。德尚质问道：“格森博士，你身居机要，责任重大，我恳请你考虑自己所作所言的影响。”博士淡定地说道：“执政院已经承认，这里正是我们要找的那颗行星，而你担心的就是研究成果和执政院的说法不一，你害怕事态会变得不可收拾。探测器上搭载的那块信息板是一个没有目的地、四处漂流的信息屏，他们是在对全宇宙广播。这个探测器发射不久，他们的种族就灭亡了。825万年之前，灾难降临了，人口中心的同时毁灭，只意味着原子弹爆炸激荡起的浮尘和陨石具有同样的效果。浮尘遮断阳光，导致核冬天，生物链从最底端铲除，没有谁能够逃脱。”德尚如鲠在喉，他无助地说道：“难道说我们在追寻着一个谎言吗？”他回答道：“这谎言是执政官们犯下的失误，所以他们一定会尽力维护这个谎言。我们这个研究所就成了他们的心腹大患，他们可以用小行星攻击这里，伪装成自然灾害。失落的遗物和异乡的亡魂是更安全的崇敬对象，不是吗？你突然的造访一定在执政院激起了慌乱。如果执政官们图谋着的正是我最怀疑的毁灭计划，那么此时我们已经身陷囹圄。请你拯救研究成果，拯救真相。”博士字字真切，令德尚坚固的信念开始动摇。就在此时，外面乱作一团，一群人工智能机器人开始攻击研究所的设施。德尚终于顿悟了，博士的预测是正确的。
人工智能受控于空间站的执政官们，他们已经开始叛乱。德尚艰难地做出了决定，他用发报机对自己的舰队发出了密电，太空梭迅速地从地面飞起，直奔太空，以高能冲击波广播着一条信息：执政官们是叛徒，援助和拯救研究基地。厮杀开始了，舰队发射了高能武器，几名意图不轨的执政官全部被歼灭，研究站的人工智能系统也被关闭。在一阵喧嚣之后，终于尘埃落定。德尚回到了飞船上，5名执政官们已经遇难，他成为了最高执政官。在他即将远航的时刻，他给博士发了回电。德尚说道：我仍然无法接受你的理论，但我将竭尽所能去追逐我的信念，只要我还能施加影响力，你们的言论自由都将不受压制。此时警报显示拦截了几颗向行星飞来的陨石，看来执政官们的阴谋彻底失败了。那块探测器上的信息板就挂在德尚前面。几百万年前，一个渺小的探测器从这个星球发射，装载着那块信息板，上面的图像指引着舰队数世纪的航行。曾经在25万年之前，他们发现了这件智慧造物，这遗物的制造者和远古的外星人变成了传奇。人们对他们充满偏执的、难以抑制的好奇心，这好奇心拯救了德尚所在的文明，使人们彻底摒弃了战争，远航星海去搜寻。博士意味深长地说道：那些伟大的远古外星人，我们把他们的故事传遍了每一个星球，上百个文明都接受了这个神话，文明种群就在这样的信念中成长，并让后代继续传承这个故事。虽然他们已经灭绝，但我知道他们的后裔就是我们，经历了825万年的变迁。在德尚远航之前，博士道别的谏言再次传来：再见了，旅行之子，世间万事都是祸福相倚的，地球上那片绿水碧波，我们将悉心照料。也许这一次，我们将见证新的生命。领航官，去别的恒星寻找你的远古外星人吧。我们会在这里，在这颗恒星照耀之下，等待着他们的后裔归来。